大家好，我是小马。那2023年爱马仕一共推出了13个新色，那其中呢，春夏新色8个，秋冬新色5个。有没有朋友感觉到奇怪？那原来爱马仕今年已经出了这么多新色了，但是怎么在网上几乎没有看到有人分享或者讨论呢？那是不是因为这些新色都太稀少、太难买了？那其实呢，我倒觉得不一定是因为难买，相反可能是因为太难卖了。那因为呢，这些新色大部分人气都不高，愿意买单的人呢并不多，所以网上能看到分享的自然就很少。那这期视频呢，小马就来跟大家一起盘点欣赏一下2023年爱马仕出的新色，那聊一聊这一年值得入手和需要避雷的新色到底有哪些？那入手新色又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那首先来看一看今年的8个春夏新色，分别是02玫瑰紫、0X千丹橙、0Y 柠檬韭黄、0Z 漫画绿、0V 水晶灰、0W 冰晶灰、0U 新白色和 M4 浅灰色。那这一大串色号听下来，大家也发现了，都是以0开头的颜色居多。那以前的话呢，爱马仕如果是0开头，基本上都是仙女色，也就是比较淡雅娇嫩的颜色。那比如非常有人气的0S 气泡绿、09梦幻紫、08圣杯蓝、0F 佛里达蓝的颜色呢是艳丽一些的，但也还是很显白，很好搭配的。所以我一直觉得0字头的颜色基本都是值得入的潜力股，但没有想到今年0字的色彩系一下全部都偏向了荧光色，那真是让人非常的意外。那看过小马之前分享的爱马仕这些颜色为何没人气的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我说过，颜色饱和度及亮度高的荧光色，它不显高级，不容易搭配，而且容易呢将肤色衬托得很暗沉。那所以呢，4个带荧光色的新色注定人气不会很高。那其中呢，柠檬韭黄这个颜色呢还算是比较淡一些的。那所以呢，在这4个色中，市场表现最好的玫瑰紫，虽然属于粉色系，但是呢，这种荧光粉也属于过于小众了。而像漫画绿和千丹橙的人气呢，就更加的低迷了。那绿色系的话呢，如果是淡淡的绿，那例如是气泡绿这种，夏天是很百搭的，或者是深沉低调的绿，比如说像军绿色，然后像祖母绿等等，然后秋天配大衣呢也非常的有范儿。但是呢，像漫画绿这种很扎眼的绿色呢，那使用的场景就相对来讲是少一些的，买的人自然也不多。而千丹橙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别看爱马仕的品牌的颜色是橙色，但是呢在包包上来看，小马目前还真没有看到过哪只沾了橙色的包包是能在亚洲市场上表现好的。爱马仕这2年呢也是跟白色杠上了，去年出了0T 蘑菇白，那比冷色调的01纯白色显得更加的柔和一些，那更容易搭配，所以呢问世之后市场价表现的还是很好的。但是今年呢又出了比01纯白色还要白1个度的0U新白色，那以及呢虽然名为灰色，却非常偏向于白色的 M4 浅灰色，还有白色中透着灰绿的0W 冰晶灰。那这一顿白色浪潮席卷过来，大家也开始觉得审美疲劳，就觉得毫无新意了，导致不仅新的灰色、白色系卖的不好，就连去年的人气色蘑菇白也无辜受到了牵连，价格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本届春夏新色中只有1个灰色是表现非常好的，那就是0V水晶灰，它也被很多人称为新斑鸠灰。那因为呢，它在鳄鱼皮上显色是非常高级的，而且其他的颜色在鳄鱼皮上都是雾面比亮面好看，但是水晶灰却是极少的能亮面比雾面鳄鱼还要好看的颜色。那也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属性，让它在这一届新色中市场表现最为强劲。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近几个月逐渐问世的5个秋冬新色，那分别是D2新牛仔蓝，然后还有 B4 阳光金、A8 丝兰绿、8Q 马尔法米色和4C 树皮色。那首先呢，来说一说关注度最高的D2新牛仔蓝。那相比之下呢，旧牛仔蓝的颜色呢更像是水洗牛仔的颜色，而新牛仔蓝的颜色呢饱和度更高，就是一个很正的牛仔蓝色。那怎么说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新牛仔蓝看起来很新，而旧牛仔蓝看起来带一点复古的旧旧的感觉。那新牛仔蓝呢，可以说是这一届新色里最有可能成为长期人气的颜色。
那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旧牛仔蓝虽然已经绝版了，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非常有人气的，很好卖的。那相比之下呢，其他的蓝色呢，一旦绝版就几乎无人问津了。那比如说电光蓝曾经是红极一时，市场上是有一只被秒一只，但是绝版之后呢，就没有人再要想要了。所以呢，可想而知，旧牛仔蓝这个颜色，或者说牛仔色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扛打的，因为它就跟牛仔裤一样，休闲又百搭。而且呢，只要是带灰调多一些的蓝色，都是非常保值的。所以小马认为新牛仔蓝这个颜色是很值得入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B4 阳光金。那第一眼看上去呢，有点像9D 琥珀黄色，但是呢，它可能颜色会更深一点，是那种很正的金黄色，然后颜色的饱和度很高，所以它并没有像名字那样灿烂耀眼，反而呢稍微是暗一点的。在红橙黄绿青蓝紫这一类彩色系当中，黄色其实是表现算是比较好的。那毕竟黄色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积极向上，很有活力的，而且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它是一个招财色嘛，所以这个新色阳光金如果是出现在小包上，那保值度还是很不错的。那接下来呢 ，A8 丝兰绿，那丝兰呢是非常漂亮的植物，叶形似箭，花苞如鳞。但是呢，跟漫画绿一样，那丝兰绿呢也是非常扎眼的一款绿色。那它绿中呢还泛着一点点黄，实在不是一个容易驾驭的颜色。所以呢，不管这个颜色的圆形植物再怎么漂亮，都改变不了它火不起来的命运。那与之相反呢，我们的8Q 马尔法米色，那小马个人觉得还是很好的。那很多人呢觉得它像微马犬灰色，又有点像大象灰色，但它实际呢比微马犬灰色要更淡雅，更年轻有朝气，那又比大象灰色呢多了一些米色调，所以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大象灰和微马犬灰这两种颜色。那可以说是呢又好搭配衣服又年轻温柔的一款颜色，那四季呢都很好用，所以它人气自然是不会差的。那最后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四希树皮色。那之前的小马没有看到实物的时候呢，还在想这个名字的颜色那肯定好看不了，那八成是一个咖啡色系的老气横秋的颜色吧。但是看到包的实物之后呢，还是比较惊喜的，它更像是一种透着棕色和灰色调的高级的乌木色。那如果是喜欢穿深色衣服的，或者是比较喜欢复古风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颜色。秋冬搭配大衣呢，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它虽然让人惊喜，毕竟它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颜色，所以小马呢预计它的市场价表现的也是会平平，会一般。那很多朋友呢都有这么一个疑虑，那就是 SA 如果 offer 了新色包包，我虽然不太喜欢，但是否还是应该收下呢？因为如果新色那出手的话，肯定是有赚的吧？那小马的回答是，这个想法是不太现实的。那抛开配货的成本不说，能溢价出手的新色，必须是大众审美里觉得好看，并且当前热度非常高的颜色，而且呢，还必须是 BKC 或者是 Mini Lindy 和 Mini Ebling 这种非常热门的款式，才会溢价高一些。而不好看的颜色以及不热门的款式，那就算是新色也出不到原价的。所以呢，如果不是你自己喜欢的新色，真的没有必要硬拿。那另外呢，还有朋友可能想知道，假如自己有喜欢的新色，却迟迟等不到 offer， 那要不要从二手市场上购买呢？那是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小马呢建议不要趁热购买。那从我刚刚分析的今年的13个新色中，你就可以看出来，那大部分的新色人气其实都不高，都不是保值色。所以呢，如果趁热购买的话，只会让你支付一个虚高的价格。那等热度一过呢，市场价冷却了，价格就会大幅度回落，那真的是太亏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今年的新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吧。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关注小马，我们下期见。